专业的老师说，看了我的数据说你半马和10公里成绩肯定特好。我说对。说你这个特别能顶。我说对。他说你能顶不光是精神上的，就身体条件上也特别能顶。我说对。但是他说你在有氧范围内挺差的。我说对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1号星期3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！看我在哪儿？哎，我在上海。一会儿要去这个科技绿洲。昨天信哥带我在这儿跑了一圈。今天早上跑步完，吃完早饭就去机场了。今天中午飞武汉。明天在武汉一天，后天早晨回上海休息3天，就玩3天，之后回大阪。新手机也到手了。今天是周3，今天是我们合练的日子，但是今天不跑强度了。昨天下午去了，就在那边不远处，麦盛的那个身体机能实验室，哎，去测了个最大摄氧量，还有各种代谢什么的。那个高端机器测出来的我的体脂率比我想象的高，最大摄氧量呢挺不错的，但是我也获得了消息，就是我第一次那种测试，那个设备的误差比较大，会偏高，我就觉得我不太可能那么高，所以这次测出来的就比较的准确，因为是那种就会长测的那一套，但是我没上那个英雄榜，差一点点。细节会出节目的，那素材拍了100多个 G 200个 G， 我带了，因为这次我一个人来的，我带了5个机位，4个半机位。看看地图啊，看看导航啊，前面就这儿，看这一片，右前方这一片。哦，上海的气温和湿度跟这2天大阪差不多。昨天我们俩刚跑完就开始下雨了，开心。然后你们看我脑袋上这个新的帽夹，这个挺有意思吧？我把信息放在屏幕上给大家看。那天突然发现，就是 Go Ultra 那个给小朋友那个视角，这是另外一款。这个的好处就佩戴就比较稳妥了，然后角度也比较合适，应该。一会儿我们切这个画面。坏处是，你看我现在手里又拿了一个Ultra，我有俩，因为这就不像那磁吸的，它拿不下来。我们进来了。昨天听信哥说这里边是个办公的园区，那今天这里边清静了。昨天我们跑步的时候就感觉没什么人了。这2天挺疲劳，这2天的更新应该是不稳定的，因为今天的傍晚还有明天应该都是有活动，明天一整天。之后后天我回到上海就好一些了，看看怎么跑啊。所以这2天就都没跟大家约。3号之后，4号早晨应该是去世纪公园跑步，我还没去过呢。我没去过世纪公园，没去过卢湾，好多地儿都没去过，这回都是第一次。但是这次行李空间有限，所以我就没带我那个钉鞋。今天轻松跑了，昨天早上跟信哥跑了10公里，下午去测那个体测，那体测好顶啊！而且他那个特别科学，就是测试方法，他真的能把我测到我的最极限的状态。具体为什么，大家等那个节目。就可以透露一点的就是，它其实是靠增加坡差，就是增加爬升，跑步机的爬升，来让你就不用跑到那么大的绝对配速的时候，能够顶到那个状态，并且呢，它那套系统可以帮你根据那个爬升的，就是多少度的坡，去算你当前的等强配速，所以那个就对我特别合适，因为我步频太快。绝对速度太差，
我觉得速度差并不是能力真的那么差，是因为倒不了那么快了，所以加坡这就特别有意思。这里还有餐厅，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视角的上下的仰角合不合适。今天咱们就闲聊。昨天那个真的顶到极限了，但是呢，有些小遗憾，就是我的当时的状态不好。先是身体成分测试，一测人家说你这个含水量好低呀，都已经就是在低的那个临界值了，赶紧让我喝水。为什么呢？这两天一忙碌就有点混乱，然后水也没怎么喝，饭也没怎么吃，觉也没怎么睡。昨天去测的时候，那2天加起来可能睡了11、12个小时，然后再加上大前天那个场地赛。不过昨天我应该是顶到头了，并且对实验室测最大上氧量有了不一样的认识，因为有特别专业的几位老师帮忙讲。昨天晚上大概忙到9点多10点睡的，早上4点多起的。这两天工作还有个事情，11前要收尾。我差不多刚才出门前一刻弄完的。另外就是昨天跟信哥聊说播客的事情，我跟大家这么说，内容我都准备好了。当时想的是从悉尼回来感冒好了就录，后来感冒好了我就牙疼了嘛，然后说话也怪怪的，然后说牙疼好了再录，就刚好，因为后来拔了牙以后那2天说话也怪怪的，所以可以的。昨天我们就在这儿跑了10公里。今天小伙伴们的课表是5个1公里，就比较顶的课。之后我昨天体测得到的结论和去年在高驰测 LT、LT2 的结论是不谋而合的，就是我应该多跑低强度的有氧，把那个有氧水平再提高，或者就像在当时高驰说那个 LT1 再提升。我的就专业的老师说，看了我的数据说你半马和10公里成绩肯定特好。我说对，说你这个特别能顶。我说对。他说你能顶不光是精神上的，就身体条件上也特别能顶。我说对，但是他说你在有氧范围内挺差的。我说对。那他说这样挺好的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苦了呀，人家练到天花板得冲间歇练强度，每天顶得死去活来的，你每天就轻松跑对距离跑有氧就能把马拉松成绩提升呀。我说对，所以就特别开心，所以就轻松跑。但是今天不对距离，等我6号回去的，不，等我3号回来的，怎么样？而且看开头的小伙伴们发现了吧？今天穿了队服，我特意带来，周3穿队服。接力赛那个视频看了吗？接力赛那视频挺不错啊，那天特别燃。上来为什么起跑快呢？是因为一般起跑都快。但是我跑出去200-300米，我就开始慢慢降，我就感觉那个速度维持不了，太热了。还有就是要跑错那儿，第一次要跑错那儿，那个设计有点不合理。那个设计，它地下那个引导标志往左边拐，我知道那儿应该右转，但是我一看引导标志往左转，我有点含糊。这也怪我提前功课做的不到位。这2天不光忙工作，忙剪辑，忙拍摄，关键是我把那个手机寄到这边的酒店。我那天特别极限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昨天体测穿的是硬骨头那套的，就是之前不是有狠角色吗？但是好多小伙伴说狠角色太狠了，有点尴尬。
硬骨头呢就比较有意思。我9月29号下午1点多2点之前落地的浦东，下车打了一车，先去我3号到6号订那酒店去取了个快递，因为当时没想到那么快就寄来了，留了那个地址，取完快递，然后又去第2个酒店。去的第1个酒店就在市中心，在卢湾边上，然后第2个酒店呢，距离那儿有12、13公里，就开始堵车了。到第2个酒店登记入住完，差不多是3点50，快4点下午，点了个外卖。我第一次体验那个机器人的送餐，吓一跳。我看外卖快到了，我就下楼了，因为电梯要刷卡的。然后外卖小哥特惊讶说：“你下来干嘛呀？”我说：“取外卖呀。”他说：“这酒店有机器人。”我说：“那表演一个。”表演一个特别有意思。然后之后我发了个朋友圈，他那个硬骨头那个盒里边有一个类似跟 X 光似的那个脚的那个照片。然后第2天，就昨天快体测之前，我妈给我打一电话说：“我也不敢问你，你怎么了？是脚摔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我说：“我发的时候我就估计得有人给我打电话。”然后我也帮大家问了，那个尺码跟之前的尺码逻辑是一样的。我这个身材就都得穿 M 号的。到时候大家看体测的那个节目吧，那个节目可能会在10月中旬那个周发，挺带劲的。小伙伴们，回到酒店就快马加鞭的收拾退房来机场，现在在浦东机场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武汉再见。